1995年的一天夜里，朝鲜青津第六军储备库附近的小树林突然燃起了大火。在前门站岗的士兵见状，立即赶去扑灭。就在他们忙着灭火时，前门又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救火的士兵们觉得事有蹊跷，就掉头回来查看。不料，另一颗炸弹在人群中炸响，士兵们被炸得横七竖八，死伤殆尽。幸存的一名士兵惊魂未定，急忙向营房呼救。救援赶到时，库房后方又响起爆炸声。士兵们循声找去，在墙根下发现了一个大窟窿。进入库房后，在场所有人都是一阵后背发凉。有17袋大米和3大箱甲基苯丙胺不知所踪了。第六军政委李振书得报后，立刻下令封锁现场，并迅速展开调查。他太知道军用物资被盗是啥后果了。不过，他更关心3大箱甲基苯丙胺的去向，那可是张成泽白虎总商会的创汇物资，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李非常清楚张成泽的惩治手段，他绝不能让仓库失窃的消息外泄。为防止走漏风声，李当即下令将当天的看防士兵处决，并让心腹接管了失窃库房。叛逃的朝鲜驻英大使太永浩说，第六军对士兵突下狠手，是为了掩饰另一个更大的秘密。金日成诅咒出现后，朝鲜大饥荒爆发，全国各地饿殍遍野，就连军队都出现了食物短缺。很快，偏远地方的军队开始私卖军火换取食物，大部分都卖给了东南亚的黑帮组织。而青津的第六军高层更是猖狂，他们直接在机械厂仿制 AK， 并向外兜售中饱私囊。而当天被盗的仓库中就藏有李振书的私货，这种消息一旦外泄，那是死1万遍都不够的罪行。但是失窃案过去几天后，张成泽的人就下来找李问话，李振书心知在劫难逃，于是心一横，抬手击毙了问话的2名工作人员，然后带领军队搞起了哗变，还联系南韩寻求支援。金正日闻听哗变的消息异常震怒，立即命令第9军赶去平叛。太永浩正是指挥行动的第9军政委。第六军没能等到南韩的及时援助，最终哗变以失败告终。事后100多名军官被清洗，普通士兵全被送去劳改营改造。金正日在位的17年，大搞先军政治，以铁血手腕治理朝鲜，在民间的声望极差。与他国交往又因不守信用、爱耍阴谋诡计而招致骂名。在古代中国，非正常人类出世总是伴随着某种异象。刘邦的老妈和蛟龙偷情，汉武帝是红珠从天而降，朱元璋和袁世凯都遇见了红光满室。相较之下，金正日的单位更逗。2011年12月18日清晨，长白山天池中的坚冰在前所未见石破天惊的巨响中裂开。上午时分，朝鲜境内一场凶猛肆虐的暴风雪戛然而止，上山白头山的天空泛起了万道红光。朝鲜人民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外视察劳累一天后，于昨日深夜在专列上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后，在8时30分逝世。宣布金正日死讯的19日当天，长白山群峰中的正日峰峰顶出现异光，持续半个小时。在东北咸兴市东青山，当月20日，一只仙鹤绕金日成雕像盘旋数圈后，停在一棵树上，非常悲痛地垂下了头，随后向平壤飞去。大兴青年英雄矿山的劳动者还目击了3头本应在洞窟中睡觉的熊，在境外的将军大人所走过的道路上出现，发出又大又长的鸣叫声。以上这些魔幻的场景都是朝鲜中央通讯社的报道。金正日身死后，官媒还在努力地给他往回找补，但2代目正日的一生实在是无善政可陈，他们也只能借助怪力乱神强行给领袖挽尊，这也是某种高级黑吧。2012年，塔吉克斯坦举行纪念金正日的集会，塔共主席沙普多罗夫称赞金正日高风亮节，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把朝鲜发展成为军事强国的钢铁统帅。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回顾钢铁统帅金正日反人类的一生。专制者往往忠诚于以加粗血缘为基础的垄断性传承。早在20世纪60年代，金日成就开始为日后儿嗣登顶铺路了。1964年，20多岁的金正日从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后，被安排进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从最基础的党务工作入手，了解朝鲜政治机器如何运转。这一时期，金正日清谈好学，甚至从不以势压人。长期观察后，金日成对儿子的表现非常满意，觉得应该放儿子去实际工作中锻炼。1969年，朝鲜搞农村合作社改革，推广青山里精神。金日成点名金正日，让他带队去乡下调研。金正日这个听话的乖仔，不顾朝鲜农村条件简陋，拿着钢笔和小本本，挨家走访农户，记录粮食产量、劳动力分配以及灌溉设施之类的情况。最后写了一份详实的报告，后来成了大将军调整农业政策的依据。金日成唯一对儿子不满的是，他找了个有妇之妇陈慧琳。在大将军看来，这是革命意志不坚定。好在儿子听劝，把那个女人送去了国外。接着，爱看跳舞的正日又爱上了高英基。高英基虽然在日本住了好些年，但这家人没啥污点，属于是爱国侨胞范畴。金日成就认可了两人的关系，这下能进行最关键的一步了，让儿子去抓思想教育，培养朝鲜人民忠诚于领袖的革命精神。1973年，金日成推动了一部名叫《血海》的大型革命歌剧，总导演就是金正日。这部剧讲的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故事，属于是熏得眼睛疼的主题。金正日领命后，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从剧改到舞台设计，他都是亲自指挥，台词和场景，甚至连音乐节拍都亲自修改。1973年7月，歌剧在平壤大剧院首演，台下坐满了党政要员和外国使节。演出结束后，掌声持续了10多分钟。接下来，血海成了朝鲜唯一的标杆，全国范围内开研讨会，研究它如何体现主体思想的精髓。金日成也为儿子站台，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这是领袖亲自指导的艺术革命。朝鲜邮政部门还专门发行了邮票，向全国发售。这下偏远山区的老百姓也都知道了那个年轻的领导者。到了1974年，金正日被任命为劳动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这个位置只管全国干部的选拔和任免。金日成的意图也很明显，那时候的组织指导部是个信息中心，每天都有成堆的档案送来。金正日挑出听话又有能力的人，逐步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这样他的根基算是扎下了。而与此同时，官媒也开始不遗余力地吹捧二将军年轻有为，宣传他在基层的突出贡献。也是在这一时期，大将军的异母兄弟金英柱被拿下，这事儿干得比较狠，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金日成这是铁了心要把位子传给金正日了。1978年开始，金正日开始追随老爹频繁视察人民军部队，一起看士兵列队操练，一起检阅西星导弹方阵。到了1979年，金正日几乎是每个月都要跑一趟军营，有时还跑去边境哨所，看部队的伙食和装备是不是到位。1980年，劳动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宣布了几项人事任命，金正日被选进了政治局常委，同时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至此，朝鲜的党军两大命脉都交到了儿子手里。金日成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革命的血脉传承，把血脉继承与主体思想绑定，引得台下掌声不绝。会后，朝鲜媒体开始管金正日叫亲爱的领导者。高英基陆续生下了金正哲和金正恩后，朝鲜媒体开始报道革命家庭如何继承了领袖的优良传统，高英基的2个儿子也被包装成了下一代的希望，而陈慧琳和金正男从不被提及。至此，金正日在民间的地位直逼伟大领袖金日成。可是从金正日的视角看，革命家庭从来没有过父慈子孝。1949年9月末的一个深夜，7岁的金正日站在朝鲜平壤中心医院的病床前，眼睁睁看着母亲金正淑因分娩并发症即将离世。忙碌的父亲在别处处理军务，金正淑用尽最后的力气嘱托儿子要守护好你的妹妹，守护这个家庭。这个情景在年幼的金正日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多年以后，他说，童年时光在那一夜结束了，他独自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度过了漫漫长夜。与他的冷静和克制不同，老爹金日成很快就和年轻秘书金正爱走到一起了。接着，金正爱又被正式确立为朝鲜第1夫人，而后妈看上去比他的生母更年轻、更漂亮，也更有才华。金正日的忧虑更重了。当看到继母将心思全都倾注在亲生孩子身上时，他体会到了血缘带来的微妙差异。但他没有选择用幼稚的哭闹或激烈的反抗来博取老爹的关注，因为他明白这种表面化的讨好方式毫无意义。他在沉默中观察局势，在忍耐中寻找机会，他用自己的方式夺回应有的地位。从那时起，金正日就已经在精心谋划自己未来的道路了。这个年轻人的战术很简单，就是不能让老爹找到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
还要确保自己在父亲的视线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1959年，金日成重访苏联时，年仅17岁的金正日作为随行。每到一处，金正日总是率先下车，恭敬地为父亲打开车门，并小心翼翼地搀扶。他甚至会单膝跪地，亲手为父亲穿上鞋子。这些举动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儿子该尽的孝道。苏联和朝鲜的官员们都惊讶于金日成的政治表演，而金日成本人则是老怀大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更恐怖的是，金正日长期保持着这种表演状态，他太懂得怎样博取老爹的好感了，而这又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方式。在这次苏联之行中，金正日还专门拜访了朝鲜劳动党理论专家黄长业，郑重其事地提出要拜师学习。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让黄长业倍感诧异，他想不明白一个年轻人为何会对晦涩的理论研究产生兴趣。正日的回答是，因为父亲痴迷哲学，所以我也必须掌握。这个17岁的少年已经懂得了通过培养兴趣爱好来取悦自己的父亲。多年后，黄长业在回忆录中写道，从那一刻起，他就断定这个年轻人绝非等闲之辈。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后，他从未有过丝毫懈怠，因为老爹可能正在暗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除了认真学习、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他还主动到纺织厂与普通工人同吃同住，甚至肩膀磨破了皮还咬牙坚持，反复强调要在劳动中接受真正的洗礼。这句话被汇报到了金日成那里，金日成面露微笑，高度称赞儿子具有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在金日成看来，大儿子不仅恪守孝道、勤奋好学，更具有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思想觉悟。时间来到1970年代，金日成的后脑部位显现出一个明显的肿瘤。鉴于手术存在巨大风险，医生们不敢对结果做出任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选定接班人的工作固然变得刻不容缓了。金正日的叔叔金英柱长期担任劳动党组织指导部部长，掌握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一直是金日成最信赖的得力助手，并且在军中根基深厚。朝鲜也一直传言金英柱将是接班人，但知父莫若死，金正日不相信。他在张承泽的帮助下打出一连串的妙牌，一举扳倒了叔叔的势力。他先是利用老爹对革命文艺的特殊情感，把金日成在青年时期创作的《卖花姑娘》《血海》等剧本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这些精心打造的作品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甚至在中国也掀起了观看热潮。借助文化作品的影响力，他成功向国内外传递了自己才是革命事业最合法、最纯粹接班人的信号。这显然比强硬的政治宣传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在政治策略层面，金正日更是展现出无比敏锐的洞察力。当时在金日成的授意下，黄长业正在收集领袖的各类讲话，以求构建主体思想的理论框架。目标是通过理论化的方式将领袖的个人权威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金日成本人并没有直接表明这个意图，但金正日看出来了。而金英柱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做出了严重误判。他坚持认为个人崇拜式的理论构建会严重损害民主集中制原则，还公开反对主体思想的理论化工作。眼看着叔叔对老爹起脸输出，金正日毅然挺身而出，以坚定的立场拥护确立主体思想。除了积极筹办理论培训课程和思想研讨会，更是亲自执笔撰写理论著作，忠实地维护老爹的权威，甚至不遗余力地推动对金日成的神话。金柱被生病后，金正日又派遣黄长业去劝说，以看似温和实则不容置疑的口吻建议金英柱，您不妨专注于学术研究工作。这场权力博弈以金正日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但冲向最高权力从来没有康庄大道。继母金圣爱及其死女是另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作为朝鲜的第一夫人，金圣爱虽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及金英柱，但面对权力，她也在筹划两个儿子金平一和金英一的政治前程，一直尝试在公开场合增加他们的曝光机会。然而金正日以腐败的名义阻断了金圣爱的一切努力，又以培养国际视野和加强外交力量为由，向金日成提议将弟弟们派驻欧洲各国担任大使职务。这个合情合理的建议立即获得了金日成的首肯。金圣爱的死女们被迫离开了平壤权力中心，再也不能对金正日的领导地位产生任何威胁了。金正日表面上温和有礼，实则步步为营，每一步动作都精准到位，既达目的又不留任何隐患。80年代后，金正日正式被确立为接班人，但他没有就此满足，他渴望真正的绝对的权利，他还要实施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这便是建立唯一汇报体系。1982年，他找到金日成，
用极其孝顺的口吻说：“老爸，您年纪大了，就穿上西装好好休息，不要再为这些日常琐事操心了。以后所有的事情先报给我，我处理好了再向您汇报。”金日成见儿子如此体贴，差点感动哭了，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从那天起，朝鲜的权力运作模式改变了，所有的政府部门、军队、地方干部的报告都必须先送到金正日的办公室，由他筛选、整理、批示，最后他再决定哪些好消息可以讲给父亲听。至于那些麻烦事，基本上都被他过滤掉了。金日成就这样被儿子的温情给架空了。此时的朝鲜，名义上的领袖是金日成，但实际上发号施令的已经是金正日了。1989年12月的一天，菲律宾中央银行的一名员工在清点美钞时，发现有2张编号一样的钞票。可意外的是，无论是印钞机还是别的检测方式，都无法辨别真伪。随后，银行联系了美国特勤局，可经过多方检测，还是看不出任何名堂。随后，通过高倍放大镜才发现，本杰明肖像一侧的间隙比真的美元大一些。这可把美国特勤局给吓坏了。以往伪造钞票的不少，可浓缩到如此真假难辨的还是头一个。美国特勤局开始调查这些美元的源头。假美元是通过凹版印刷机生产的，而这可能是某个国家政府的杰作。美国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伊朗，因为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但随着调查的深入，特勤局发现持有假美元的都是朝鲜的外交官，还有朝鲜的商人。面对质询，朝鲜马上地表示发生什么事了。最后，老美只好对美元技术升级。可人家朝鲜也不闲着，2年后又出了新版超级美元。有消息说，这是金正日为讨好军方而采取的措施。朝鲜的主体思想确立后，美国这个坏蛋就是宇宙头号敌对势力，只要是跟美国干，军方就会支持。而制造美元也是一种宣战行为。可朝鲜也印过人民币，这就不好解释了。总之，这个说法不论真假，金正日对军队掌控的过程确实也不太顺利。1968年，31名朝鲜特工袭击青瓦台，导致南韩22名士兵、2名警察以及88名无辜民众丧生。1974年8月，韩国光复29周年庆典上，朝鲜特工文世光直冲主席台，对朴正熙连开数枪，朴正熙闪避及时，但妻子陆永修却不幸头部中弹，当场殒命。1976年，在韩朝非军事区，一棵百叶树挡住了联合国军哨所的视线。8月18日，2名美军带着韩国士兵和劳工跑去捡树枝，这本是一件平常的小事。可朝鲜说这棵树是金日成亲手种的。随着一名朝鲜军官高喊杀了他们，几十名朝鲜士兵从营房里冲了出来，手持斧头、铁棍和匕首，3项5冲2，把2名美军上尉送走了。那场面可谓惨不忍睹。五角大楼随后派出战斗机、轰炸机还有航母，在重兵掩护下，总算砍掉了那棵该死的百杨树。朝鲜一连串的行动背后，都是朝鲜军方意志的体现。军人在朝鲜一直享有崇高的待遇和地位，而不断的制造战争和冲突，才能保持他们的特权。金正日想要彻底掌权，自然不能无视他们的诉求。80年代以后的冲突，就是金正日在主导的。1983年10月9日，韩国总统全斗焕访问缅甸。上午9时，他们先去昂山将军的陵墓献了花，随后被安排去仰光的大金寺参观。就在韩国人惊叹于大金寺的金碧辉煌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突然响起。韩国副总理徐锡俊、外交通商部长官李范熙等17名韩方官员和4名缅甸官员被炸死。全斗焕和夫人由于迟到，才侥幸躲过了一劫。惨案发生后，缅甸军政府震动不已，立即成立了调查小组。缅方分析后认为，能做出这样惊天血案的人，肯定不是小毛贼。炸死到访的韩国人的目的是造成缅韩的外交危机，凶手要么是出自缅北的顽敌，要么就是朝鲜人。同时，爆炸残留物被紧急送往英国检验，最后确认爆炸物是 C4 苏德炸药。这种炸药的威力是 TNT 的 1.5 倍，但使用起来非常安全，可以随意捏造各种形状，而且只能通过雷管引爆。这种炸药还能躲过 X 光检查，普通的警犬也难以识别。经过微量元素检测，英国人判断炸药是前苏联生产的，而缅北那些人根本搞不来这种军用特种炸药。缅甸军警立即在仰光展开搜查，专门找东亚长相的人。很快，一个叫江明哲的朝鲜人在小旅馆被捕。一番拷打后，江明哲道出了实情。这次行动是受朝鲜特务机构第39师的指派，专门来暗杀韩国总统全斗焕的。只不过运气不好，最终功亏一篑。真相曝光后，国际社会吵翻了天，金正日被推到前台收拾烂摊子。
他下令组建特种侦察局，专门负责情报和危机处理，借此抽调了一批精干人员，顺带提拔了很多对自己忠诚的人。而南韩也要报复，全斗焕制定了阿刷金日成的斩草计划。우리는 이제 최후의 인내만을 남기고 있습니다. 可就在南韩紧锣密鼓的训练时，朝鲜人又杀过来了。1983年12月19日，阳光爆炸案2个多月后，2名朝鲜特战队员趁夜则悄悄潜入了釜山的大浦海滩。他们先驾乘一辆半潜艇，驶抵距海岸2公里的地方，2人换成水上摩托登陆。他们带着冲锋枪，身上挂满了手榴弹。朝鲜特工此行的目的是劫持边防守卫营的一个校官。根据韩国的间谍反馈，韩军近来有一个秘密计划，但搞不清具体内容。而这个教官是计划参与者，所以就跑来劫持校官了。但这次行动极为仓促，朝鲜人虽然武器弹药充足，上岸方式也出其不意，却忘记了穿南韩的军服。结果这2个倒霉蛋很快就被发现了。为了活捉朝鲜特工，韩国士兵没有用枪，举着棍棒和长刀就冲了上去。朝鲜特工一时间有些懵逼，也忘记了用枪，居然也掏出军用匕首迎战，身上挂着的手榴弹则变成了铁甲战衣。很快，一个朝鲜特工被棍棒打晕在地，另一个试图拉手榴弹也没成功，最后全被活捉了。而在海上的半潜艇等不来2个特工试图潜逃，随后被南韩海军高速艇撞沉。1219朝鲜特工侵入事件把全斗焕气得直骂娘，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他妈从哪个角度看出来我是老实人的？就在他咬牙切齿想要报复金日成时，国内的反对派又闹腾起来了。为了转移反对派的注意力，全斗焕申请举办1986年汉城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只是这样的话，斩草计划也就没办法实施了。但全斗焕准备暂时忍下这口恶气，安慰自己说来日方长，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在金正日看来，这又是机会。1987年，大韩航空858号班机从巴格达飞往汉城的途中，在安达曼海上空突然爆炸，机上115人全部遇难。事后调查，又是朝鲜特工所为，目的是为了干扰即将举行的汉城奥运会。金正日的这些行动在军方元老那里挣了不少好感，那些老家伙认可了他的危机处理能力和接班人地位。但朝鲜单方面多次实施此类激烈的厮杀式袭击，这使韩国、缅甸以及东南亚各国纷纷与其断交。特别是针对平民的袭击，其表现出的冷酷与决绝，更是让国际社会为之哗然。朝鲜还曾尝试抵制汉城奥运会，希望东方阵营国家都不参赛。然而，只有古巴和埃塞俄比亚响应，苏联和中国大陆都对此态度冷淡。金正日为了找回面子和争一口气，决定也举办一个世界体育大会，于是拿到了1989年第13届世界青年学生节的举办权。这个大会主要是东方阵营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参与，被认为是东方阵营和第三世界的奥运会。金正日拿出当时朝鲜1年的 GDP 47亿美金修建相关设施，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可容纳15万人的平壤5·1体育馆。据说这次大会也是盛况空前，共有190多个国家12000多名运动员来到平壤，就连韩国和日本都有运动员来参赛。而金正日为了尽兴，又拿出最高的标准，花费40亿美元来招待运动员。这2项花费也是导致后来朝鲜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件事是封闭的朝鲜没能预料到的，那时朝鲜还禁止女生骑自行车，未婚青年男女不能在街上牵手，公开亲吻更是犯罪行为。他们认为苏东阵营的国家也都和朝鲜一样，但苏联当时已经西化，青年男女的装束和思想都和欧美国家高度接近，比如这是当时东德人的打扮。就这样蜂拥而至的1万多名各国青年男女，给朝鲜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朝鲜官方不方便出面管理这些外宾，又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为啥也能这么自由。朝鲜政府一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不过事后他们还是吸取了教训，往后外国人来朝鲜都被严格限制，而且只能在导游的看护下按特定的路线活动，也不能和朝鲜人直接交流。到今天依旧是这样。总之，这次运动会可以看作是朝鲜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苏联的解体，朝鲜在国际舞台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金日成见儿子乱搞一通，眼看国际粮食援助也没了，他赶紧让人去妙兴山挖地下粮仓。这个工程动员了上万名士兵，他们扛着铁锹和炸药，硬生生在山里掏出了几百米深的洞，又在里面存下了大量的玉米和大米，据说是朝鲜3年的口粮。
而这些存货在苦难行军时期又被用来发放军队供给，为保护金氏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为突破外交困境，金日成竟然要邀请罗马教皇访问平壤，这个计划遭到了金正日的强烈抵触。一个运动会都动摇人民的思想了，你整个传教的来，社会不就乱套了？但他没有当面反对老爹，而是暗中让公措署采取拖延战术。经过2个多月的消极应对后，这个外交项目宣告流产。金日成死后，金正日接过大权，正式开始了苦难行军。1995年，朝鲜再次遇到特大洪灾，洪水直接冲毁了农田，朝鲜再次陷入大面积饥荒。金正日面对种种乱象，提出了军队四救策略，允许军队经商赚钱养活自己。朝鲜第6军团驻扎在咸镜北道，这里没有农业和畜牧业，却有朝鲜60%以上的矿产资源。咸镜北道又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是天然的出口集散地。收到要求部队四救的命令后，第6军团立即做起了矿产资源出口贸易。后来又开始贩卖毒品和军火，军队从事非法生意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朝鲜政府也收到了周边国家的警告，但一者朝鲜缺钱，再者张承泽代表政府参与其中，所以金正日一直是冷处理，直到酿成了第6军哗变的苦果。金泳三曾表示会对叛逃的北方军队全力接应，因为第6军叛逃无疑是韩战以来金氏政权最大的危机。金泳三甚至想到了半岛的统一，但金正日行动更快，果断镇压了哗变。此后第6军团的番号也被撤销了。没有安全感的正日更是对军队长官产生了不信任，为了防范军人乱权，正日搞起了文官治军模式，在地方部队实行换岗轮岗，甚至还在部队里安插亲信和眼线。这套治军模式一直沿用到郑恩时代。对于民间的困苦，金正日又做过哪些努力呢？答案是有吗？据1993年底韩国日报报道，在朝鲜罗金先锋地区投资的外国企业不分国籍，都可以在保持其经营权的前提下进行独立的企业活动。1996年，官方更是将罗金市和先锋郡两地合并为罗先市，破格升为直辖市。这似乎表明了朝鲜对改革经济的重视。但事与愿违，朝鲜调子唱得很高，投资者却寥寥无几。在朝鲜内部，政治稳定与发展经济之争一直摇摆不定。在金正日看来，朝鲜改革的目的是维护政权稳定，发展经济只是手段。他惧怕经济的变化会影响政权的归属，所以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在他的容忍度之内。只要经济发展有可能失控时，政府就会立刻压制。此外，金氏都带有反训基因，朝鲜作为小国，却要展现出一种领导者的姿态，让大国跟随他们做事。比如金日成挑起的韩战，以及后来扣押美国军舰。金正日也是这样。图们江是中朝的界河，是中国进入日本海的唯一通道。为了促进东北亚地缘合作发展，冷战结束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主导下，提出了以中俄韩朝蒙5国为主体，打造图们江三角洲联合经济特区的计划。而打通图们江出海口，对中国东北的商贸也是大有好处。偏偏朝鲜宣布退出这个联合开发项目，理由是朝核问题。但实际上，金正日是想独揽图们江的治理权，并由此制约中俄韩蒙4国，以出海为命门，独占经济利益。再比如2002年，朝鲜单方面委任华商杨彬为新一州的特首，这背后原因扑朔迷离，就不展开说了。但金正日事先不商量单方面委任的行为，在中国看来有制约东北的嫌疑。结果很快杨彬就被逮捕了，辽宁法院以合同欺诈、行贿等罪行判处杨彬18年监禁。而在面对南韩金大中政府充满善意的阳光政策时，金日成的表现更是令人失望。韩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开城工业园，南方出钱出技术，北方出土地和劳力，双方合作共赢，打造南北经济统一的实验平台。结果金正日反手就以此来胁迫韩国，说韩企压迫劳工、偷税漏税，动不动就单独关闭园区索要赔偿，以致开城工业园长时间不能正常运转。正应了那句就怕流氓有话，朝鲜这个流氓还讲起了法律，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金正日一方面希望他人来帮助改革，另一方面却霸道行事，这样的经济改革当然不会得到外部支持。金正日求援不成，又觉得求人不如求己。2009年，他又以反腐的名义搞货币改革。以张承泽为代表的朝鲜高层可太清楚本国货币的德行了。从1993年到2009年，每年通胀率都超过了70%，物价每年都要翻上几倍。有能力的人早都换了外汇，
那些贪腐官僚手中全部都是美元、欧元、有价证券和境外固定资产，只有那些靠底层黑市个体经营攒了点钱的小资产者才会持有本国货币。货币改革的兑换额度限制，导致许多家庭十几年的资产积累一夕间灰飞烟灭，而那些特权家庭丝毫不受影响。金正日的骚操作导致民怨沸腾，其实沸腾也没啥，他也不怕，但丢面子这件事比较严重，于是就让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出来背锅，以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的罪名，按叛国罪给枪决了。总之，金正日靠着开城的工业、千里马的底子以及妙香山的粮仓，一直稳坐国军的位子。1995年1月1日，金正日在视察两江道盘松哨斗时，正式提出先军政治的政策，其核心表述为：革命的首位是枪杆子，军队是党、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主宰，强调政治需为军事服务，军事是政治的中心。从这一天起，先军政治就成了朝鲜的国策。先军政治的恐怖意义在于，确立了军队是国家的核心支柱，在军事优先的原则下，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所有问题，将人民军培养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服务于军事需求。军队也被赋予了超越国防范畴的广泛职能。在实践层面，军队可以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像是造桥修路、工农业生产、社会管理，甚至对外贸易，它都能直接参与，而且还享受国家资源的优先配给权。先军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把军队作为政权的强力支柱，维护金正日的对内统治。这样一来，平民百姓对领袖而言就微不足道了，他们多死一些不影响大局，因为只要军队不到，即使江山却会一直稳固。金正日不管是作为太子还是二将军，他一直在享受全朝鲜最奢侈的生活。按照日本厨子藤本佳二的说法，当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朝鲜人还在因为缺乏草根树皮而致饿死的时候，金将军的餐桌依旧极尽奢华，他的厨师们还在为搜索珍馐美味而跑遍全世界。比如去丹麦买猪肉，去伊朗买鲨鱼丝，去日本买海鲜，去东南亚买热带水果。二将军因为营养过剩，早早的就患上了糖尿病和高血压，这在饥荒的朝鲜实在是罕见病，因为他的人民正在因营养不足、全身浮肿而不断死去。事实上，朝鲜每年 GDP 的30%都投入到了军事领域，根本没有资金来发展民用经济。民用工业因缺乏投资，无力更新设备，大面积停工倒闭。农业生产也长期保持生产力低下，粮食短缺问题始终无法解决，以致朝鲜成为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晚上从丹东望去，朝鲜是黑洞洞的一片。制作大炮仗是先军政治的延伸。2006年首次核试验后，朝鲜招致了联合国主导的多轮严厉制裁，禁运了石油、粮食、机械等重要物资，对外贸易停滞，让本就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金正日挥舞着先军政治的双刃剑，保住了政权，却让朝鲜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国际孤立。核武优先又使制裁的紧箍咒越勒越紧，一面是民生凋敝，一面是军队特权。这把救命剑不但撕裂了朝鲜社会，还将朝鲜拖向了长期衰败的深渊。2002年，联合国对数千名朝鲜儿童的营养状态调查结果显示，40%的朝鲜儿童处于慢性营养失调状态，这一数据在1998年曾高达60%。朝鲜的征兵条例中，身高标准也因此一降再降。2012年入伍的身高最低要求由2008年的150厘米变成了142厘米，而这一切都是拜金正日造成的大饥荒所赐。由于军人及家属享有特殊地位和相对优渥的待遇，这几乎是普通民众摆脱困苦的唯一途径。许多符合条件的民众为了生存，只能尝试加入军队，而少部分勇敢的人则是选择了逃离。朴延美出生于两江道惠山市，这是一个毗邻鸭绿江的边境小城。他的家庭条件普通，父母依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他的童年如同大多数朝鲜儿童一样，在物资匮乏与意识形态灌输中度过，生活平静而压抑，鲜有波澜。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年仅14岁的朴延美与母亲裹着破旧的棉袄，在夜色掩护下冒险接近江岸。经过漫长的艰难跋涉后，他们最终抵达了安全地带，彻底摆脱了朝鲜政权的掌控。在抵达韩国后，朴延美开始向外界讲述他在朝鲜的见闻和经历。他特别提及了自己曾2度险些被纳入欢乐所，
在朝鲜，容貌出众的年轻女性会被精心筛选，被迫加入所谓欢乐组，为税沟领导人提供特殊服务。据说欢乐组是金正日首创，目的是阻断老爹对后妈的感情。后来欢乐组在金正日之下发扬光大，这个内容留待下期讲金正恩再说。总之，欢乐组帮助缩短了二将军的职业寿命。朴妍美在惠山就读小学期间，那时她才11、12岁。有名佩戴红袖章的公务员来到学校操场，朴妍美被老师叫出队列，接受了严格的面部测量，数据被详细记录在案。不久后，她的家里得到通知，说她已经初步入选，但需接受背景审查。审查中发现，她有一位远房叔叔多年前曾出走中国违规，这一污点导致了她最终被除名。第二次则是发生在2007年，她与母亲筹划脱北的前夕，当局再次审查她的家庭背景。这次不仅涉及那位远房叔叔，他一个表哥的偷窃史也被翻了出来。公务员以家庭问题复杂为由，再次否决了他的入选资格。位于平壤的万景台少年宫是朝鲜精英青少年艺术教育场所，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少女被送进来。据朴妍美所述，这些入选的少女除了面容姣好之外，还经历过包括隐私部位在内的全面检查，以确保每个人的身体都完美无瑕。身体不能有可见的疤痕、淤青，甚至日晒斑点。这些少女会身着统一制服，接受高强度的歌舞训练，动作稍有瑕疵便会招致教官严厉的责骂。训练大厅内，金日成亲笔题写的“艺术报国”巨幅标语高悬，昭示着训练的崇高目的。2014年，21岁的朴妍美因其非凡的经历和勇敢发声，被 BBC 评选为全球100大女性人物之一。他的故事成了国际社会观察朝鲜内部状况的重要窗口，也引发了世界对那片土地上人民命运的广泛关注。朴妍美的故事也只是无数试图挣脱枷锁者的缩影。而2004年，美国智库北纬38度线的报告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现实图景：朝鲜正利用日益先进的监控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效能巩固其边境管控与社会压制体系。今天，边境地区铺设的双重铁丝网与密集的网络摄像头，已使得脱北行为变得近乎不可能。在无孔不入的现代监控体系下，如今的朝鲜普通人怕是再难找到通往自由世界的路了。我们仍不确定朝鲜的现状还要维持到什么时候，但我们知道，摒弃集体的恐怖性服从，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一个民族才能觉醒，一个国家才有未来。金正日最后一次露面是视察平壤一家即将开业的商场，和往常一样，朝鲜民众夹道欢迎金将军为他们指明经济发展的方向，但不一样的是，金将军的身影没以前那般伟岸了，就连走路都显得异常吃力。朝鲜人民依旧记得，大将军在70岁时还经常下车间钻苞米地，精神抖擞，气势昂扬，全年无休地为人民服务。而眼前的二将军和他治下的国家一样，没有一点生气。朝鲜媒体12月19日报道，金正日因疲劳过度，17日上午在列车上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但人们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不符合夜猫子金正日的作息习惯。又有韩国媒体称，金正日的列车从未离开平壤。有人猜测二将军可能是在官邸去世，但为了打造他的高大形象，他才死在了为人民服务的路上。日本媒体更是说，金正日这具被酒色掏空了的身体是在又一次酗酒后猝死。不管真相如何，对朝鲜人而言，一个恶魔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个好消息。金日成死后的第17年，平壤又迎来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葬礼，但这一次朝鲜拒绝了外国友人的吊唁。事实是，朝鲜也没啥朋友了。电视画面中依旧有几十万朝鲜民众冒雪送别金正日，依旧是用震天的哭声表达哀痛。但他们知道，大家都不是真心的，只是为了避免事后被带走的麻烦，才假装痛哭。独裁的恶魔死掉了，但他没有离开朝鲜人民。他和老爹在世界上最豪华的金字塔团聚了，而维护这个金字塔和两个伟大领袖的遗体，每年都需要一笔巨额的花费。是的，领袖死了，还要继续饱饮饥饿的朝鲜人民的血。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拜托大家给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